法国在与德国在欧洲地区一直是重要的大国，法国也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在外交上也是保持自主性，并不像同样身为常任理事国的英国对美国是言听计从，丝毫没有主见。这不，近期美国拉拢30多国围堵俄罗斯，英国便首当其冲，派遣军舰挑衅俄罗斯，最后被俄罗斯实弹射击警告，结果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丢足了面子。而法国虽然也身为北约的一员，但没有贸然去激怒俄罗斯，反而在英国吃瘪之后与俄罗斯进行交流，希望缓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丝毫不顾及美国以及英国的感受。据俄罗斯塔斯社7月2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深夜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两国总统一致认为俄罗斯与欧盟恢复正常全面的对话，对双方都是互惠互利的，有利于欧洲大陆长期安全与稳定。在美国拉拢多国围堵俄罗斯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呼吁过欧盟与俄罗斯进行交流，减少俄乌之间的分歧，确保欧洲地区的长久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建议被欧盟否决了。据分析师指出，德法两国提议被否决，很大原因是由于欧盟里东欧国家的阻挠，而东欧地区目前的局势都是美国在从中作梗，致使这些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关系趋于紧张。俄罗斯与欧洲的持续对抗使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都处于威胁之中，而背后的最大受益将是美国。美国希望欧洲与俄罗斯一直处于对抗之中，将欧洲打造成与俄罗斯对抗的桥头堡和缓冲带。一旦俄罗斯采取反击行动，欧洲各国将成为美国抵挡俄罗斯的炮灰。德国一直都希望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进行合作，奈何美国从中作梗，致使北溪2号进度一直缓慢。法德两国就是看清了美国的嘴脸，才会义无反顾地和俄罗斯进行对话，希望缓解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不远万里，花费巨大代价，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护欧洲安全这么简单。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不是美国人的。真正关心欧洲和平稳定的只有欧洲人自己，相信会有更多欧洲国家懂得这个道理。马克龙总统绕过北约与普京总统进行对话的行为，将使更多的国家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也向欧洲各国指出了欧洲未来的道路。美国大力组建的反俄联盟很有可能会土崩瓦解。随着中美关系逐渐紧张，美国一再向岛内人士发送危险信号，以至于岛内异动频繁，两岸关系在原本就急转直下的情况愈加紧张。至此，收复台岛早已是迫在眉睫。而最近解放军似乎就再次亮出了信号，难道武力统一将近了？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舰船知识杂志在7月初刊登了一篇具有非常意义的文章，对台联合火力打击演示。先不说其他的，就光是这名字都足以让人看出其中内容究竟讲的是什么了。突袭台岛的演示方案，而且必须要重视的是，在7月1号当天，该杂志的官方微博上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相关演示视频。突袭台岛演示方案被公布于众，还有相关演习视频，这可谓是一时惊起千层浪，在岛内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中时新闻网就援引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的话，表示解放军很有可能会加速准备武力统一。说实话，从这次文章中也能大概看出来，毕竟舰船知识作为拥有官方背景的杂志，很难不让人想到，这是否是中国再次亮出统一的信号呢？毕竟从文章内容来看，这突袭台岛演示的3阶段方案针对性实在是太强了。文章鉴于解放军和岛内实力天差地别，所以是从3个阶段讲解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武力统一行动。比如使用东风16弹道导弹，在最快速度内解决包括机场、预警雷达、防空飞弹基地、全岛指挥中心、情报网络和决策资产，随后从空中配合海底，利用战机和潜艇发射导弹攻击岛内通讯基础设施、公路要道以及军火库等，最后再用水面舰艇和火箭军开道，让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和2栖登陆部队长驱直入，立即登岛。也就是说，4分钟瘫痪机场，24小时内实现祖国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杂志舰船知识也发布了一篇文章和视频，上一次还是在台现任当局去年5月20号就职的时候。从这一点来说，这2次都在特殊时候发布的文章和视频，警告意味非常明显，凡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如果岛内继续和美国勾结，未必不会直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最后，在刚刚结束的盛会上，重点之一就是有关于台海问题的红线和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台海问题被纳入解决进程当中也并无不可能，所以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节点，但是很有可能已经快到了。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一则令人心惊的消息，那就是美国和日本再次联合在一起，要针对中国和台海出手。
英美的说法是，为了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台海问题，美国和日本必须要加强军事规划，为此联手进行了兵棋推演，并且将其列为了最高军事机密，以此来应对可能会和中国发生的冲突。所以双方目前正在准备举行为期11天的联合军演。美日还真是贼心不死，台海作为我国固有领土，中国拥有绝对的主权权利，美日胆敢把手伸到台海，可谓是胆大包天。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军棋的剧本到现在依然是最高机密，甚至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的口中，虽然有提及这次军演，却一点没有透露关于剧本的情况，这非常可疑。很显然，这里有不方便告知出来的机密信息。虽然都知道美日联合军演除了针对中国也没别的了，但是现如今各方面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美日联合军演却不披露剧本，难免会令人忧心。特别是英国媒体还援引了3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美日从2019年开始就在酝酿针对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早早就制定了计划，并且还不断完善作战计划。而美日此前不断的举行军演，目的就是为此完善一整套作战计划。另外，这次军演不仅不单单是海上演习，同样也是空中演习，因为这是一次海陆空3军演习，而且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也有参与其中。据悉，美军把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在了距台仅有850公里的鹿儿岛，这也是爱国者3型首次登上该岛，而美国和日本还在日本西南离岛组建了联合飞弹防御网络，堪称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很显然，如果美日早就开始计划的事儿是真的，那么这个计划很有可能已几近完善了，解放军必须提高警惕。对此，美国《富比士》杂志也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就明确写道，如今台海风险已经在上升了，因为一旦日本明确出兵参加，那么解放军和台岛的差距将会缩小，到时候解放军必将加快速度统一。这个想法确实没错，因为在同样的时间，中国杂志《舰船知识》也发布了一篇文章，对台联合火力打击演示，并且同步更新了相关视频，并且在其中明确提及了毒是死路，是绝路，是断头路。所以虽然美日动作频繁，但是很显然解放军早已提高了警惕，并且已有应对方案。近期为美国做了马前卒的加拿大一再的针对中国，认为有了美国撑腰就可以随意的对中国进行指责。在47届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主动对中国出击，拿人权问题来对中国恶意指责，甚至还叫嚣中国应该接受国际组织的相关调查。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加拿大可能没有想到打脸会来得如此之快。在对中国指责完后，加拿大参议院就开始怒批加拿大无端谴责的问题。据《环球时报》援引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在参加会议时公开声明，加拿大人权理事会的代表应该及时避免与中国以人权问题进行争论，因为这件事情正是加拿大之前做过的。如果现在反过来指责中国的话，也只是想用抨击别人的舆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事实，这样的做法是虚伪的。不过这还不够精彩，在加拿大对中国指责结束的几天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市的一些学校旧址内接连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这进一步揭示了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丑恶的嘴脸，也进一步证实了加拿大想对中国发起舆论，然后用来掩盖自己罪恶的想法，显现出了加拿大人权理事会代表极度虚伪的心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加拿大对中国进行指责之后，在自己境内发现无名坟墓的风波之后，也引起了加市民的愤怒。据路透社消息报道，近日加拿大市民把关注重点从加拿大国庆日转移到了殖民历史，他们当街游行，怒骂加拿大政府应该重视种族灭绝的问题，很多市民喊起了加拿大可耻的口号。这样的现象看起来不禁让人感到心头一震，也为加拿大政府愚蠢的行为感到可笑。本想拿人权问题给中国下绊子，却没想到却遭到自己人的怒批和不满，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经历如此残局，加拿大下一步该怎么收场呢？不过正所谓话糙理不糙，加拿大应该更多的为自己丑恶的行为进行反思，跟在美国后面来抨击其他国家的话，最后只能害了自己。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我们绝不接受一切国家无端的抹黑和恶意的揣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应该端正自己的行为和做法，不要做一些贼喊捉贼的事。如果非给别人添乱，只会让自己更难堪。
自拜登上台以来，其就只顾着证明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资格，全然不顾国内一系列危机。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再次拉近了与多个盟友国间的关系，与中俄两个大国对抗，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拜登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一时间4件大事暴露白宫危机。第一件自然是困扰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号，全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58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万例。与此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病例也在不断攀升。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美国仍有超过1半的人口没有接种疫苗。对此，美国卫生专家以及官员们担忧，疫苗接种率过低的地区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出现大幅度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确诊病例。其次，在近日的一项盖洛普民调中，只有不到10%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疫情美国是首要问题。相比5月份进行的类似民调，如今有22%的人认为美国主要问题是政府。由此可见，尽管公众对新冠疫情情况的看法积极，但他们却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恶化了。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彻底失去民众的信任只是时间问题。国内重重矛盾接连出现，拜登若再视而不见，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特朗普。拜登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达到预料中的效果。G7峰会上，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不小的分歧。例如，法国以及德国等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在全球化问题上，西方应该与中国展开合作。在美国疯狂针对中国之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清醒。反之，美国政客渐渐将攻击中国当成他们的本能举动。就如南华早报刊发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所言，中国成了美国的心理障碍，他们无法直视中国，直面中国崛起。最后一件事，也就是此前拜登为了向跨大西洋盟友示好展开的欧洲之行，美国迫切的想要把欧洲盟友绑上竞争战车，结果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愿意追随美国与中俄作对。拜登尝试修复被特朗普时期破坏的美欧关系，如今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国内外多个问题袭击，令白宫敲响丧钟。至此，美国相关记者开始喊话中国，呼吁拜登政府能够适应中国崛起，与中国合作。可对于国人而言，这就是在忽悠。因疫情死亡的这62万人都没能唤醒美国人，现在又怎么可能？美国人根本唤不醒。况且中国早就给出回应，想要跟中国合作，必须拿出诚意来，别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中国不吃这一套。话说回来，现在的美国怕是让中国等不到反击的那一天，自己都能给自己逼入困境。